前几天，我和一位朋友聊天，在聊天中，他谈起这些天他遇见一位行脚僧，光着脚行走，而且身体非常的健康。他说他问过他行走的秘诀在哪里，那位行脚僧只是告诉走路时用脚后跟着地，别的什么再也不说了。他告诉我也可以让脚后跟着地走走看，也许能好。晚上散步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个话，我知道我们的脚底有一个穴位，那就是涌泉穴，难道与这个涌泉穴有什么关系？于是我将信将疑的用脚后跟走了半小时，整个腰部热乎乎的，十分的舒服。接下来就是后背开始出汗，头部开始出汗，前胸出汗，我这才明白涌泉的意义，原来是当把涌泉穴封死后，足下的一阳初起，顺着经脉上行到前胸后背头部出汗了，这不是喷泉是什么？我终于明白古人把这个穴位叫涌泉的用意了。封死涌泉穴后，泉水才能在身体的上面喷出来。它的诀窍就是走路时脚跟走路，这样走路时为了维持平衡，人的脚趾会暗暗地翘起来，这样就能拉紧的肌肉，无形中起到一个封住涌泉穴的作用。连续几晚我还是按照自己所悟的去做，结果还是一样，阳气从足底开始上行，经过督脉到任脉，整个身体的是热乎乎的。当阳气经过前胸后背头部的时候，还是出汗，出汗如泉涌。当然，用脚后跟走路，量力而行，每次走5到10分钟，休息一会再走。特别是老年人，不建议用这个方法，以免摔倒。可以选用我最后讲到的其他方法。中医认为涌泉穴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泉眼。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，人老脚先老，治病先治脚，而脚的正中心是涌泉。涌泉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。在中医经络学中，涌泉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穴位。苏东坡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在闽广地区，很多人染有瘴气，疟疾，有个武将却多年来一直安然无恙，面色红润，腰腿轻快。于是有人就细心的观察，发现这名武将有个习惯，每天5更起坐，两足相对，热摩涌泉穴无数次。得知此法的人都纷纷效仿，结果都很少得病，有的甚至还治愈了多年的痼疾。涌泉穴为足少阴肾经的井穴，灵书本书云：肾出于涌泉，涌泉者足心也。意思是说，肾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，来源于足下，涌出灌溉周身4肢各处。涌泉穴位于足底前部凹陷处3指趾缝纹头端与足跟连线的前1/3处，即当脚屈指时，脚底前凹陷处。若要身体安，涌泉常温暖。涌泉为全身数穴最下部，乃肾经经脉第1穴。涌泉穴所生之气可灌注周身诸脉。涌泉穴按摩，俗称搓脚心，是我国流传已久的自我养生保健按摩疗法之一。民间有寒从足入、温从足入之说，按摩涌泉穴等足底数穴可以起到祛病延年之功效，历代医家、养生家都十分推崇。中医认为，经常按摩涌泉穴，可以活跃肾经精气，振奋人体之正气，调整脏腑之功能，从而强身健体，防止早衰。尤其对肾亏引起的眩晕、失眠、耳鸣、卡血、鼻塞、头痛等有一定的疗效。现代临床研究表明，推搓涌泉穴还可以防治哮喘、腰腿酸软无力、失眠多梦、神经衰弱、头晕、头痛、高血压、大便秘结等多种疾病。按摩涌泉穴常在热水泡脚之后，泡脚和搓足心可以促进心肾相交。心肾相交意味着水火相济，对阴阳相合有促进作用。泡脚摩足，两者结合起来是养生治病的一对黄金搭档，共同进补，有强肾滋阴降火之功效，进而调整心肾功能，恢复阴阳平衡，对中老年人常见的虚热症效果甚佳。
搓足心至发热即可。下面说几个涌泉穴的保健方法。揉按法，睡前用拇指按涌泉穴100次。推搓法，即民间俗称的搓脚心，是按摩涌泉穴的一种很好的方法。具体做法是，每晚睡觉之前，用一手握住脚趾，另一手用力摩擦足心，搓擦几百下，直到感觉脚心发热，换另一只脚。用同样的方法搓热脚心，两脚都擦热之后，将脚趾微微转动几下，再把两脚互相摩擦几十下。拍打法，在床上取座位，双脚自然向上分开，用双手掌自然轻缓拍打涌泉穴，最好以足底部有热感为宜。对搓法，取自然体位，仰卧位或俯卧位，用双脚做相互交替的对搓动作，也可用脚心蹬搓床头或其他器械。艾条灸引火归元，涌泉穴最适合上热下寒体质之人。中医的原理：第一，用哪里，阳气去哪里；第二，阳气多的地方，引力就强。现代人脑力劳动者居多，阳气一上升，头上部的阳气就多，他会把其他地方的阳气扯过去。艾灸涌泉，脚底的热量多了，就能把头部的阳气往下拉扯，等同于拔河有力了，就能跟对方产生拉锯战。艾灸涌泉累积的能量多了，就能慢慢把上面的阳气往下拉，这就是引火归元的原理。但这是个过程，需要累积一定酒量。赤脚刺激法，可以尝试走走卵石路，使卵石尽可能的多多刺激涌泉穴。脚踩网球法，坐在椅子上，用脚心涌泉穴部位转动网球。教了这么多方法，再说说涌泉穴的保健功效。每日坚持推搓涌泉穴，有增精益髓、补肾壮阳、强筋壮骨、颐养五脏六腑之功。据临床应用观察，还可以防治老年性的哮喘、腰腿酸软无力、失眠多梦、神经衰弱、头晕、头痛、高血压、耳聋、耳鸣、大便秘结等多种疾病。最重要的是，能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，对流行性感冒、流行性腮腺炎、流脑及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有一定的抵御作用。金丹秘诀说，每临卧时，一手赤足，一手摩涌泉，多至千数，少一百余，生津固阳，久而弥益。最后提醒大家，体质较弱的人或者是老年人，泡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比如体质虚弱的人或老年人泡脚时候不宜过长，10分钟就好，而且泡脚时容易出汗，注意补充水分。还有糖尿病患者不宜泡脚。今天养生讲到这里，动动手指点赞加个关注吧，每天分享健康养生小妙招，下期见。